啊，我忽然被叶晨问话，那老者一时间显得十分紧张，他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下意识地抬头看向身边那位清秀的少女。那少女眼见如此，连忙说道：“爷爷，都到现在这个份儿上了，您就跟这位先生说实话吧。”老者没想到少女竟然会这么说，一时间更是不知该如何是好。毕竟他只是小姐身边的奴仆，小姐当众叫自己爷爷，他倒是可以理解，他能听出小姐话里的意思是要跟自己装作祖孙关系。可是小姐眼下忽然要让自己说实话，这就让自己一头雾水了，因为自己也不知道实话到底该怎么说。那少女趁老者还没有露怯，连忙抢先一步，对叶晨说道：“这位先生，我爷爷他还是有些下不定决心，不如就由我来向您解释吧。”叶晨并未看出少女与老者之间的奇怪之处，见这少女愿意告知缘由，便点头说道：“小姑娘，你请说。”少女忍不住抿嘴一笑，随即开口道：“其实这帮人之所以要抓我和我爷爷，是因为他们背后的那个人想要我爸爸留下的一件宝物。”宝物？叶晨听闻这话不由得皱起眉头，有些诧异地问道：“什么宝物值得他们的英主如此耗费心机也要得到？”叶晨虽然不知那英主姓谁名谁，也不知那英主究竟有多强的实力，但他通过目前对这个组织的少量了解，依旧可以管中窥豹。在他看来，这个神秘组织的综合实力绝对要在自己之上，甚至连安家都会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叶晨推测，这个神秘组织的实力不会逊色于目前排名世界第一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甚至有可能比罗斯柴尔德家族还要强大得多。正因为知道对方实力非常强大，所以叶晨才想不明白，这种高高在上的人怎么会跟一老一少祖孙两人抢东西。那少女见叶晨有些疑问，她微微犹豫片刻，从自己贴身的衣物里取出了一个巴掌大的香囊，随后她用纤细白嫩的小手从香囊之中取出了一枚毫不起眼的古铜色戒指。而那枚戒指从香囊中取出的那一刻，叶晨便感觉到一种非常罕见却又非常熟悉的感觉，这让他立刻意识到，这枚小小的戒指竟然与自己的惊雷令、穿魂刃一样，也是一件法器。这也是叶晨第一次在别人的手里见到真正意义上的法器，他还以为这少女也与自己一样拥有灵气，于是便下意识分出几分灵气，悄悄将这少女查探一番。可是一番查探下来，他没有从这个少女身上找到半点灵气有关的影子，也就是说，这个少女绝对没有灵气，不可能与叶晨是同道中人。于是叶晨忍不住问她：“小姑娘，这枚戒指究竟是什么来路？”少女悠悠道：“这枚戒指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叶晨又问：“那你父亲有没有告诉你这枚戒指有什么特殊之处？”“没有。”少女认真道：“我父亲只是说，这枚戒指非同一般，让我一定妥善保管，不得让它落入歹人之手。”说罢，她低头沉吟片刻，忽然抬头看向叶晨，语气坚决地说道：“这位先生，如果今天你能放我和爷爷一条生路，我愿将这枚戒指送给你。反正这东西在我手中起不到任何作用，还总是招来祸端。送给你之后，我和爷爷就找个安全的地方隐居，以后也不用再受这种叨扰了。”一旁的老者霎时间惊得说不出话来，他瞪大眼睛看向少女，用眼神告诉她千万不要这么冲动。可少女这时却苦笑一声，对他说道：“爷爷，这东西我们没能力守护，留下来非但保护不了它，还很可能会被坏人抢走。”说着他坚定地说道：“与其这样，还不如送给这位先生，
我看这位先生面相善良，一定不会让他落入歧途，而且这位先生神通广大，也一定能够护得这戒指周全。叶晨好奇地问他：小姑娘，你父亲既然交代你不得让他落入歹人之手，那你就不怕我是个歹人吗？不怕。少女摇了摇头，认真道：我相信你肯定不是为了这戒指而来，而你在千钧一发之际出现，我虽不敢说你全是为了救我和爷爷，但我相信这个原因起码也占了一部分，所以我能肯定你绝对不是坏人。叶晨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随即看向他手中的那枚戒指。说心里话，叶晨对这枚戒指确实有几分向往，这毕竟是他第一次在别人手中见到法器，所以他很想知道这法器究竟有什么特殊功效。于是他便对那少女说道：好，我答应你。说着他话锋一转，又道：不过在答应你之前，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明。少女忙道：先生请说。叶晨淡淡道：那就是今晚过后，你们可能会忘了刚才发生的这一切，如果到时候你发现你父亲留给你并且让你妥善保管的戒指丢了，或许你将来都会生活在内疚和自责之中，这一点你觉得你 OK 吗？少女微微一怔，旋即点头说道：我没问题，如果这枚戒指还在我的身上，那我跟爷爷下一次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好。叶晨见他答应下来，便也十分爽快地说道：那我们就算说定了。少女点点头，随即玉手一抛，那戒指便转着圈从空中划过一个优美的曲线，落到了叶晨的眼前。叶晨伸手将戒指抓在掌心，随后稍稍渡入一丝灵气进去，想看看这戒指究竟藏有什么玄机。可是灵气进入戒指体内之后，便如石沉大海一般瞬间消失不见。叶晨眉头不由微蹙，心中暗存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阵法，为什么灵气进入戒指却没有任何回应呢？想到这里，叶晨又不露声色地将比刚才更多些许的灵气渡入其中，而这一次小小的戒指竟忽然发出一声如剑鸣般清脆悦耳、绕梁不止的嗡鸣声。不过除了这嗡鸣声之外，戒指本身并没有任何变化。叶晨眉头一皱，觉得这东西肯定暗藏什么玄机，只不过自己眼下可能没时间慢慢研究，于是便将戒指收入口袋。而那少女在听到嗡鸣声的那一刻，那双原本还有些心疼的眼眸瞬间被一种难以压制的激动所代替。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